你看，我喜欢你。但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。那如果我说我已经往前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追你，拼尽全力追你。还来得及吗？妈妈喊铃了，对吧？我不想我们各走各路，也不想你牵别人的手。阿妈说，前路会更好。但是我想，前方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怎么都不会好。没关系，回忆悄悄对着话，忘了彼此滚烫的梨花，一起穿越困境的风沙，在永恒间向自己回答，这无常的命运。记得悬崖，走过伤痛交加，梦就在坚守里抵达。看那未来一步一步的背影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到哪儿了？嗯？哪儿啊？打破迷雾的蜃楼，迎着真实的以后。多么温暖啊！按照国际惯例，一个小队到最后，往往都成双成对儿。我师傅他俩能成。我明说了吧，不管是水还是血，对欣姐来说，你都只能暂时束缚住她。只有找到传说中的那几样东西，才能永远的把欣姐封印住。可这个要去哪儿找呢？那再一个，那新碱一共有几根啊？要是只有3根的话，咱这差不多就成了。什么提携？肯定是问住了他。
罗小刀。哎，来了。曹胖胖，我花钱是雇你干活的，你可倒好。罗小刀，花钱做生意就了不起，人走了8、9天，这租门面装修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。知道了，I'm sorry。烧什么软？以后我伤点心好吗？你看看你什么态度呢？他说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办。放屁！你说扒拉他给我忙的呀，我都没有时间照顾娉婷了，多亏了人家连小姐，要不然这事儿他连小姐，凤凰楼斜对面的那个连烟店的老板娘啊，听说咱们要装修了，人家很热心，出了不少好主意呀。你和他怎么认识的呀？这不是刚跟你说了吗？邻居啊，一个邻居都比你上心呐。这个连小姐，以后不要联系了。为什么？郑博说，你在房间里干坏事呢。我？他说你把人家漂亮小姑娘拉到房间里来，不让人进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老实交代，漂亮姑娘呢？在这儿呢。郑博还说，人家连叔看个墙纸，你就不高兴了？他怎么惹你了？你怎么对他这么反感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他总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而且他整天围着娉婷和郑博转，我心里有点不踏实。那明天我去看墙样吧，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，也该干活。回头呢，我就把他的工作全都交接到我这里来，这样就不用麻烦他了。你觉得呢？娉婷，来，你有吃的吗？郑博，哎呦，莫代来了啊！坐这儿吃，坐这儿吃，坐这儿吃。郑博，来，搁盘子里吃，来。哎，好，谢谢郑博。哎，来了。来，连小姐，来，请。这是连小姐，这是穆代。连小姐您好，前阵子您帮忙，罗人都跟我说了，辛苦了。客气。这穆代呀，也是凤凰楼的股东之一啊。今天让他跟你去熟悉熟悉，以后这事儿都由他来了。这些日子啊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这不好意思啊。客气什么呀，郑博。那走吧，车在外面。好，那郑博我先去了。哎，好。走了，郑博。姐姐，姐姐上楼。姐姐不上楼了，姐姐出去一趟，拜拜。嘘，嘘。吃吧，坐下吃。哎，来。这款呢是一个纯手工艺品，然后在它每一个雕刻的方面的话，细节处理的相当的不错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大理石的画面，它每个石块都是由手艺人去处理的，每一小块的细节持久性啊都很强。然后这个呢，这6款都是采用德国进口材料打造的，刻雕方面的细节等等处理的都很不错。然后这边是调彩师，颜色的采购呢。娉婷，看什么呢？姐姐，上楼。这是下楼，娉婷。你上下搞不清就算了，怎么还改我性别？我说，早饭你就别吃了啊，这都晌午了，你干脆一觉睡到晚上再起床得了。
好香啊，有点饿了。刚好我也饿了，你要不进这家店再逛逛，我来点个外卖。好呀，那我不能吃辣，少点辣吧，谢谢。好。喂，老板，哎，刚刚那份订单是我下的，麻烦您帮我重辣，另外我要了个苏打水，千万别忘了。谢谢。不是野人。我听那个专家他说了，它属于灵长目原属，后面杂七杂八说了一堆，我也没听懂。确实，野人的说法这流传于民间，科学界一直不太认同。哦，对了，罗哥，还有件事，就是你还记得月亮山那个消失的寨子吗？也是最近有老人出来说起这段往事，说20年前月亮山这个寨子还没废弃的时候，有个女的进山挖药，被野人糟蹋了，然后她老公就带着我们村里的猎人进山把她堵起来，最后把她打死了。可是后来有人发现这女的总往山里跑，而且还跟一个小野人待在一起，这一来二去，连人就传开了。很多人都说这个小野人就是她和这个野人生的崽。不可能啊，野人属于人类，不能跟人生孩子的。当时的月亮寨已经有整体的搬迁计划。那个女的老公让她一走了之，别管那个孽畜。可谁知这女的却抛家弃女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有待考证。还有，这个女人不回来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她是出了什么意外回不来了？那我再打听打听。抛家弃女，她还有个女儿。猜错了，另一个不是野人，是女人的女儿。信件不全，还有块琥珀，她给了自己的女儿。世界这么大，会在哪儿呢？姐姐上楼，姐姐上楼。冰婷，你说的是木代姐姐吗？她不在这儿，没法上楼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姐姐上楼说了一天了。不是木代姐姐。冰婷，你是说姐姐上过楼是吗？是那个姐姐。那你这个是什么地方的擎天谱？具体什么地方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是多雨的地方。炼书。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还约了郑博去看样品。那明天我去看抢样吧，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，也该干活。
什么？你干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把你吊起来，一定很好看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没有得罪我。你得罪的是他。特高，骗装，有不规则断口。过去你们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琥珀是个保命的宝贝，所以就分给了他孩子。你老家是不是在月亮山？有一个小姐妹是野人，对不对？那种又脏又臭的小畜生。我的姐妹，她配吗？可是你妈妈一直在照顾她。那是我妈，她疯了。她隔三差五的就往山里跑，给野人养崽子。村里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说她生了野人的种，她也不管。可我呢？我阿爸呢？我们不要脸的吗？可是你妈妈照顾她总是有原因的吧？原因？她有一次进山采药，一连几天没回来。我阿爸担心她，派人去找她，却看见她衣衫不整的和一个野人待在一起。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瞎子都看得出来。我阿爸打死了那个狗东西。为了保住阿妈的颜面，他再三拜托同行的人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可是他倒好，他却说什么自己进山遇险被野人给救了，是我阿爸没有搞清楚状况杀了野人，他心里愧疚，太可笑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为什么不信你阿妈？万一她说的就是真的呢？可那是他编的。他也知道自己被糟蹋了没脸，故意说什么报恩的瞎话，报恩会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可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阿妈，这块琥珀真好看。你看它的颜色像不像蜂蜜啊？像，甜甜蜜蜜，保吉祥安康。等你长大以后啊，阿妈把它送给你，好吗？好，你乖。他为了那个丑东西，连我都不要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妈妈遇害，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可是回来过。阿妈。他把琥珀留给了那个小畜生，却留了这么个丑东西给我。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，他好像通人性，他会懂我，会安慰我。和你说这么多也是浪费时间。还是赶紧上路吧。那女孩太惨了，都被撞飞了。
这是怎么撞人这么惨呀？警察都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满地的水渣子，看血。对呀，哎呀，这这么惨，你说这人能活吗？哎，我听别人说这人都撞得血肉模糊了。哎呀，你说他家人知道要多心疼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我儿子受伤了，快！医生，我是家属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是家属啊？对。头部有外伤，按 CT 检查未见颅内出血，但是情况不明，带到 ICU 观察。那没事吧？得观察观察。那个床的病人呢？出院了，出院了，办了手续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有个东西落床上了。喂，张叔在吗？没在。张叔给我留了张纸条，他说和老板娘有急事要出趟远门，让我看着酒吧。我刚给他们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呢。好，我去找万鹏后要消息。喂，喂。他在上面吧？可以让木代在这边再待几天，我们再观察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久不见。这位何医生是我的老朋友，8年前他还在花城人民医院的时候就跟过穆代的案例。8年前，你不知道，或者你把8年前的事情和这位罗先生简单说一下。那年穆代15岁，当时我收养穆代也有10来年了。他很可爱，性格也很开朗。穆代，你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我们待会儿去哪儿？他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，叫沈文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好的就像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俩放学后会一起去一个补习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到了11点，两人还没有回家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们后来找到老师，才知道他们当晚逃课。我跟文文的妈妈从学校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巷子口。文文，带不去呢。穆代的手机。
那是一片废弃的工地，我们找进去，看见了木代摔在了楼下，脑后一大片血。后来我们在楼里找到了文文，我问他死了。木代昏迷了好几天，醒来之后告诉我们，当天晚上他和文文逃课去看电影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小混混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才生病。那几个小混混很快就被抓到了，还判了刑。可是沈家的人失去了孩子，那种痛苦无处释放，所以他们就把错归咎于木代。文文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一向乖巧听话，沈家一直认定是木代怂恿文文逃的课。要不是你带着他出去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再加上有人说，其实文文可以逃掉的，是为了救木代才折回去。你给我妹妹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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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带孩子来了，好吧？我替他。大家都不去指责那些流氓，都冲着木代来。别！凭什么啊？木代当时撞伤了头，对那件事情记忆非常模糊。沈家的人来质问，他根本没法辩解，那等于就是默认了。那你当时作为唯一能够保护他的人，你也没为他辩解吗？辩解？你让我怎么辩解？人家都失去了孩子，木代好歹是活下来了。我也劝木代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是直到那一次，木代，没事啊，没事了啊。木代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木代，后羿不好，后羿。我还是死了比较好吧。别这么说，没事儿，木代，有后羿在，后羿保护你。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木代精神上出了问题，他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跟谁都不太交流。整夜的失眠，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就带着他搬了家，开始到处求医。就是从那时候，我认识了何医生。8年了，何医生一直在跟进这个病例。一直，木代知道吗？木代的病例十分特殊，在我多年的从业经验中都极为罕见。罗先生，我听说你曾经是她的男朋友，现在也是。接下来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可能会颠覆你对她的认识。当年我建议霍女士留意木代的日常行为，最好可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一些视频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监察他的情况。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
又不是你杀的人，你也差点死了。好不容易捡回半条命，还要赔进去，哭什么哭？你不懂，我真的很难受。你难受？你难受什么？是你杀的人吗？可是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很想去死，我很想很想很想。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。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突然自愈了，治愈，自愈，自己治愈。刚刚那算是双重人格。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双重人格的定义。双重人格每一重都是完整的，而且彼此不会进入对方的记忆。莫代的情况不符合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一种情况。我的推论是，因为这次变故，莫代心里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痛苦，为了自救而分裂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。这一个，我们姑且叫做黑木代，理性、冷静，对人对事充满敌意。这一个，便是你熟悉的木代，温暖、柔软、可爱。视频结尾，那句那就这样吧是什么意思？一黑一白，都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。我猜测，最后这场争夺是以白木代占了上风。可是我看视频里，黑木代更咄咄逼人一点。那句那就这样吧，是双方争执后达成一致的结果。因为人终究是社会性的，白木代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被社会和大众所接受，而黑木代选择让出主导权，沉默。除非身体在遇到极度危险和痛苦的情况下，才会因为自救而再度觉醒。而且白木代似乎并不知道黑木代的存在，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他身体的承受值。而现在，他回来了。我不想听你们长篇大论，我现在只想见木代。这个路吧。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有双人模式吗？陪你打一把。我喜欢一个人打。
2个人一起的话，会撑得比较久一点。会吗？试试。2个人也没什么不同。还没结束呢。绷带，轻心带。这次运气不错，闯过了。不是靠运气，是这次有人和你行对。以前我遇到事情，总是一个人做决定；遇到麻烦和危险，都是一个人扛。后来，有个姑娘告诉我，我这种对于生命的态度是非常不对的。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，有人和你分担，总比一个人死撑要好。你个杀人犯！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调了之后，是不是觉得咱俩还挺像的？又是同行，原生家庭又半斤八两的。还真是。星星惜星星，此事我应该干一杯。8年前的事情我改变不了什么，但以后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你啊？因为8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能走出来。我知道，不管是你还是小口袋，始终放不下对沈文的愧疚吧。害人的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愧疚？对，你当然不需要愧疚，因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沈文死的责任不该由你来承担。要看电影的不是你，抄小路也不是你的主意，对吧？我向红姨了解了那天的细节。快点，木达，赶不上电影开场了。文文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上课吧？来不及啊，大路来不及，我们走小路。好吧，走。哎，你好慢呀！可你出于愧疚，没有做任何辩解。因为死的那个是沈文，也因为他本来可以逃走的。别跑！好啊！这么重，你想砸死哥哥呀？这是！哎呀，玩这个呀！快跑！快呀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来人！也许在旁观者眼里，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我不知道沈文当时怎么想的。唯一确定的是，他很珍惜这个朋友。来，哥哥，文文。
沈家失去了女儿，但你不该替真正的恶人去承担这一切。你是不是以为这些就是真相？沈家人恨我是对的，没有我，文文不会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激怒那些混混，让他们动了杀心的人，是我。可是霍子红说，你当年撞伤了脑袋，事后的你都不记得了。他是记不清了，可我不是他。所以，当时被拖上露台的那个人是你。你还不算太笨了。他那么弱，把自己过得一团糟，哪经得起这么可怕的局面？还得是我，必须是我。所以黑幕弹不是文文出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……大哥，打他！现在还觉得自己很了解我吗？你说了要敞开心扉，共同面对，可是你藏着的秘密比他少吗？他把秘密藏着掖着，你也一样。你早就发现他不对了，可是你从来都不问，什么都没做，事到临头还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面对。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你们俩真在谈恋爱吗？对彼此最深的心结都不知道，互相戴着面具，这样的关系，也配叫爱？还戴着？我以为我扔了它你会明白呢。什么意思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不是你的小口袋，他呀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干脆点儿，一拍两散。别为难别人，也别折磨自己。忘了告诉你，今天通的关，我上周就通过了，通关时间比今天短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很明显，我不需要你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不了解你，但你始终有不敢面对的东西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因为审问，那你的心结又是什么？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者木乃有什么事情，就打给我。